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打电话时常用的中文句子。小美，今天我们来聊聊打电话。好的，这个话题很有用呢。打电话时有很多常用语。对啊，首先就是喂吧。没错，这是最基本的问候。我还常常说你好，请问是。啊哈，那是很礼貌的开场。如果对方问找哪位呢？你就可以说我找，然后说名字。哦，明白了，很简单实用。比如我找李老师，请问他在吗？这个句子真的很常用啊。如果他不在，对方会怎么说？可能会说他不在，或者他出去了。还有请稍等，对吧？是的，意思是让你等一下。那如果信号不好，听不清呢？我会说喂，你听不清啊。或者说信号不太好，请再说一遍。哦，这个更完整，更清楚。有时电话会突然断掉，那真是太尴尬了，哈。重新打过去，可以说不好意思，刚才断了。这句也很自然，很日常。还有询问对方是否方便接电话。你是说您现在方便接电话吗？对，或者你现在方便说话吗？如果不方便，要怎么说呢？可以说我现在有点忙，一会儿回你。哦，或者麻烦你等一下，好吗？这两个回答都很好用。那如果是要转告事情呢？可以说麻烦您转告他。明白了，加上具体内容。对，比如麻烦您告诉他，我打过电话。这个也超实用，我记住了。还有，如果想让对方回电话，你是说请他给我回个电话？没错，或者我稍后给他回电话。哦，两种情况都能用得上。没错啊，非常实用的小技巧。那结束通话前说什么呢？有时还会说回头聊啊。是的，关系好一点会说这些。或者先挂了啊，拜拜。这个很随意，很生活化。今天学到了好多打电话的句子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啊，什么问题啊？你问吧。如果打电话要找的人不在怎么办呢？这很常见啊。你可以说他在家吗？哦，直接问在家吗就行了。对，或者请问 Triple X 在吗？明白了，这样比较有礼貌。如果他说不在，你可以问他什么时候回来。他什么时候回来？这个也很实用。对，或者我能给他留言吗？留言啊，我们刚才提过，能详细说说吗？可以啊，最常用的就是麻烦您转告他。麻烦您转告他，后面接内容。没错，比如麻烦您转告他，我明天再打。这个很清楚，对方很容易明白。或者我的电话是，然后报上你的号码。哦，提供联系方式，方便回拨。是的，这个也很重要，别忘了说。那如果我打错了电话，应该怎么说呢？哦，打错电话啊。最简单说对不起，我打错了。对不起，我打错了。很直接。没错，或者请问这里是 Triple X 吗？先确认一下是不是打错了。对，如果对方说不是，那就说抱歉，打扰了。抱歉，打扰了。这个很礼貌。是的，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尴尬。下次我打错了就知道怎么说了。还有呢，如果信号不好，听不清怎么办？哦，信号不好，这可太常遇到了。你可以说喂，你听得清我说话吗？你听得清我说话吗？或者我听不清。对，可以说信号不好，声音断断续续的。
声音断断续续的，这个形容很准确。是的，然后你可以问要不要我再打给你。哦，主动提出重播，很体贴。对啊，或者直接说我们换个时间再聊吧。这也是个好办法，不用硬撑着。没错，沟通效率很重要，不是吗？确实是啊。那如果接电话的是小孩呢？哈哈，有意思。你可以问大人在家吗？大人在家吗？简单明了。或者请把电话给大人接一下，好吗？这个很直接，让孩子去叫大人。对啊，注意语气要温柔一点哦。当然，不能吓到小朋友啊，哈哈。还有，如果需要别人稍等一下呢？稍等一下，这个也经常用到。可以说请稍等一下，我去找他。或者请稍后，马上就来。对，或者请您稍等，我看看他忙不忙。这些都很实用，很生活化。对啊，打电话就是这样，要灵活。确实，不能只用一种说法。那如果想找的人不在呢？哦，这个问题很常见。你会怎么问？比如他在家吗？我会说，请问他现在方便接电话吗？这个比较礼貌，也问得很清楚。或者直接问，请问某某在吗？如果对方说不在，怎么办呢？我会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呢？是的，了解大概时间很重要。或者问能请他给我回个电话吗？哦，这招很好用，记得说号码。对，我会说我的号码是。也可以问您能帮我转告一下吗？这个也很实用，很直接。那如果是打错了电话呢？这个有点尴尬啊。哈哈，是啊，你会怎么说？我会说对不起，我打错电话了。直接道歉是最好的。或者不好意思，请问是某某吗？先确认一下是不是打错了。如果对方说不是，我就说抱歉。对，礼貌的结束对话。小美，你有没有遇到过信号不好？当然有，经常听不清对方声音。那你会怎么说呢，小美？我会说不好意思，信号不太好。或者我听不清，你再说一遍。也可以说喂，你还在吗？哈哈，这个很形象，很着急。是啊，或者声音有点小，能大点吗？这些都是很自然的反应。那如果通话中断了呢？哦，那就得再打过去了。对，打过去之后怎么说？我会说不好意思，电话断了。或者刚才掉线了，我们说到哪了？这样可以很快接上话题。对了，还有一个常见情况。什么情况啊？快说说。如果对方说他现在不方便接。哦，那就是问他什么时候方便。可以问那我过会儿再打过来吧。这个也很好，给对方选择。或者方便的时候，请他回我一下。这个也很实用，很常用。没错，打电话真是学问多多。是啊，看来还有很多可以说呢。没错，说到打电话，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？什么情况啊？快讲讲看。就是你打过去，对方却说你打错了。啊哈，这个太常有了。对啊，这时候你会怎么说呢？我会说不好意思，我打错了。这个很直接。还有别的吗？有时我会加一句，请问这是某某电话吗？哦，确认一下也很好。对，万一是自己记错了呢？哈哈，确实有可能。那如果对方真的不是你要找的人呢？我会说好的，
不好意思打扰了。这个很礼貌。然后就挂电话吗？对，一般就直接挂了。这个简单又清楚。对了，还有一种情况也很常见。哦，又是什么情况呀？快说说。就是你打过去，但不是本人接的。啊，你是说家里人或者同事接的吗？对，就是这样。你会怎么开口呢？我会先问，请问某某在家吗？或者请问某某在吗？这样问也可以。或者问，请问某某方便接电话吗？这个问法很得体，很常用。如果对方说不在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说那麻烦您转告一声。或者请他给我回个电话。对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那要不要留下你的名字呢？当然要留啊，不然对方不知道是谁。我会说我是大明，麻烦您了。我也是，我是小美，谢谢您。这样对方就知道是谁找了。是啊，很有礼貌又清楚。那如果想留下一条具体的消息呢？比如麻烦告诉他我找过他。或者我晚点再打过来，请他稍等。这种情况下，语气要更客气。对，毕竟是麻烦别人传话。那如果对方问你有什么事呢？如果方便说，我会简单讲一下。如果不方便，可以说一点私事。或者等他回来再说吧。这样就避免了不必要的尴尬。没错，打电话真是门艺术啊。哈哈，是啊，细节很多呢。对了，要是电话信号不好怎么办？哦，这个很让人头疼。我会说，喂，你听得清楚吗？我听不太清楚你说话。哦，是不是信号有点不好啊？好像是的，你声音小了一点。那我再说一遍，你听清楚了吗？还是有点断断续续的呢。要不你换个地方试试看吧。好，我走到窗户边上看看。现在呢？能听清我说话了吗？清楚多了。刚才真让人着急。哈哈，信号不好真的最怕了。是啊，打着打着就没声了。对了，那如果突然没电了呢？哦，我会赶紧说我手机快没电了。然后就直接挂断电话了吗？或者说我一会儿给你回电。这样对方就知道原因了，不错。对啊，不然会觉得你没礼貌。那除了这些，你有没有遇到过别的？比如说打错电话的情况。啊，这个也很常见啊。我会先问，请问您是李明吗？如果对方说不是呢？那就说对不起，我打错了。然后就直接挂断电话吗？是的，客气一点就好啦。哦，明白了，要礼貌一点。对了，要是想找的人不在呢？前面我们说过，可以留话。但是可以更具体一些。比如麻烦告诉他给我回个电话。对，并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。我的电话号码是 XXX。这样对方就能找到你了。很实用。那打过去的时候呢？我会先问你现在方便说话吗？哦，而不是直接说事儿。是的，因为别人可能在忙。如果对方说不方便呢？我会说好的，那我晚点再打。或者问他什么时候有空。对，可以问你大概什么时候方便。这样就不会打扰到别人了。没错，打电话也是一门学问。对了，那如果需要打电话预约呢？比如预约餐厅，就说我想定位。要说清楚人数和时间地点。我们有3个人，今晚8点。或者我想预约明天的美甲服务。
说清楚服务内容和时间。请问明天下午3点有空吗？对方可能会说好的。好的，那如果对方说没空呢？他们会说不好意思，那天满了。我就得再问别的时段了。那请问别的时段可以吗？或者问那后天有空吗？对，多准备几个备选时间。对了，如果打电话打错了怎么办？哦，打错电话确实挺尴尬的。是啊，我有时候也会不小心。你可以说不好意思，我打错了。然后就直接挂掉吗？或者问请问这里是某某公司吗？确认一下是不是自己打错了。对，如果不是就赶紧礼貌道歉。明白了，要保持礼貌非常重要。没错，礼貌在任何时候都重要。那如果想找的人暂时不在呢？这个情况也经常发生呢。对啊，我们应该怎么说呢？你可以问请问他大概什么时候回来？或者可以帮我转告一声吗？也可以问可以请他方便时回电吗？然后说我的电话是这样吗？对，要留下你的联系电话和姓名。这样对方就知道是谁找他了。没错，方便他们及时联系你。对了，那如果电话一直打不通呢？哦，打不通，是没人接听吗？比如没人接或者电话占线。没人接的话，就晚点再打一遍。那如果对方的电话一直占线呢？等一会儿再拨打，可能在通话。好像是很简单的道理啊。是啊，但很多人会不停地打。哦，那确实不太礼貌了。对，要给对方留一点空间和时间。对了，如果需要确认重要信息呢？比如再次确认预约的地址或时间。请问是明天下午3点没错吧？对，这样反复确认非常重要。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错误嘛。尤其是关于行程或费用的事情。或者确认具体的价格。请问这个服务总共多少钱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就是要问清楚。电话沟通时，清晰表达最重要。是啊，要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。对，不能含糊其辞，模棱两可。真是打电话的大学问啊。是啊，里面学问可多着呢。那除了确认，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比如通话结束前的礼貌语。不完全是，更正式的说法。比如好的，那先这样吧。对，或者谢谢您的电话。表示感谢和结束的意思。还有事再联系这种说法。哦，这个很实用，比较自然。对，它不会让对话突然中断。听起来很有礼貌，也留有余地。是的，给对方一种舒适的感觉。那如果是给别人留言呢？留言时要说清你是谁，有什么事。我是大明，请问小美在吗？如果对方不在，你可以说：麻烦您转告他给我回个电话。哦，这个也很常用，回个电话。对，或者让他方便的时候打给我。这就更客气一点，考虑对方。是的，要体现出你的体贴。那如果电话打不通怎么办呢？第一次打不通很正常。是啊，可能信号不好或者忙。可以过一会儿再打一次。那如果一直打不通呢？可以发个短信问问情况。哦，对，短信也是个好办法。比如方便回电话吗？这个很直接，对方一看就明白。或者刚才给你打电话了。这样对方就知道你找过他了。对，而且不会显得很急迫。
这些细节真是太重要了。对，礼仪和效率并重吗？那有没有什么情况是需要避免的？避免在不合适的时间打电话。比如太早或太晚，对吧？是的，除非是紧急情况。还有呢？有什么特别忌讳的吗？避免边打电话边做其他事。哦，那样会显得很不专心。对，对方会觉得你不被尊重。这个确实很重要。还有，不要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。哦，会影响到旁边的人。是的，要注意公共场合的礼仪。哇，原来打电话有这么多讲究啊！对啊，这些都是我们日常会遇到的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问吧，我很乐意回答。如果是第一次给别人打电话呢？哦，那开场白就很重要了。是不是要先介绍自己呢？对，可以说你好，我是大明。然后再说明打电话的目的。没错，比如想和您讨论一下。这样对方就知道是谁了。是的，清晰明了很重要啊。那如果对方不方便接电话呢？可以问现在方便说话吗？哦，这个很实用，很礼貌。如果不方便，就约下次时间。比如那我稍后给您回电。对，或者什么时候方便呢？好的，我记住了这些用法。结束通话时也有常用语哦。哦，除了再见还有什么？可以说谢谢您的时间。表示感谢，很不错。也可以说那我们下次再联系。或者是期待您的回复。是的，根据情况选择合适句子。哇，真的学到了很多啊，今天。很高兴能分享这些小技巧。这些句子让打电话更顺畅了。对啊，沟通会更有效率哦。感觉以后打电话更有自信了。熟能生巧吗？多练习就好了。那么今天的总结是什么呢？记住礼貌、清晰和尊重他人。还有就是注意场合。对，这些都是基本原则呢。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小美。不客气，能帮到大家就好。我觉得听众朋友们也学到了。希望大家都能用得上这些话。是啊，让我们的交流更愉快。对，打电话不再是难题了。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是的，时间过得真快啊。感谢小美今天精彩的讲解。也谢谢大明的提问和互动。希望今天的节目对大家有帮助。期待下次再和大家见面哦。好的，那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，拜拜。拜拜，祝大家生活愉快。好的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。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